40岁年代，老房子是公公婆婆80年代当地最早建的农庄房，离市区只有20来分钟的车程。从他们89年离开农村，就一直闲置。我们一起关闭了所有的门店。经过1年的修整，从家居行业转型到互联网，终于逃离了狗屁的家居行业，让我们有了充足的时间。所以我和老公商量决定回到农村，打造理想的小院，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过上甜蜜的生活。老公打算亲手打造这个荒废30多年的老房子。一直生活在城市的我，说实话，想帮忙也帮不上，只能给老公加油打气了。老公从9岁离开农村，也没有干过体力活，柴刀在他手里非我一天没停下过。第一天做没有经验，也没做好防护，手上胳膊上被划出好几道口子，也没听他叫苦。劳动1天下来，效果还是出乎意料。门前一大片带刺的藤已经被砍完，露出房子本来的面目了。改造持续进行中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我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2天，经过了昨天的劳动，听取了大家的建议，老公马上网购了一台割草机，可惜要3天才能收到。这几天天气又特别的好，实在忍不住，今天又过来手动割草了。在一边看着的我，也忍不住上前去试了试。没办法，这实在不是我能干的活。期间住在隔壁的婆娘还总是过来，生怕我们没饭吃没水喝，累到了，时刻关心着我们。今天来之前还是去买了几双帆布手套，这样应该就不会把手弄破了吧。我还笑话老公说劳动上瘾了。老公说虽然辛苦，晚上回去连拳头都握不了，腰酸背痛的，但是超有成就感。这应该就是痛并快乐着吧。别说把草割完后，这一片地方看起来还是很大的。想象着以后坐在这里，晒着太阳，吹着微风，听着鸟叫，还是很惬意的。我和老公打算先把荒开完，然后再做具体的规划设计，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议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3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这几天天气特别好，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着。这里没有城市的嘈杂喧闹，你可以慢下脚步，去感受乡村宁静慢节奏。小院改造的工作量还是巨大的。我和老公本来都是说干就干的性格，本来第1天回农村就是想去看看规划一下的，什么工具都没带，但是老公忍不住就动手了，所以连柴刀都是在隔壁借的。我
我们知道要凭自己的双手把这个小院打造好，必须要有决心、有毅力，不管它多累多难，一定坚持做下去。希望大家来监督我们哦。这几天闲下来的时间，老公都在查资料、找方案，他一定要亲手打造一个理想的禅意小院。刚开始开荒，觉得这个院子都是很难清理的，没想到难的还在后面。院子后面往山坡上这些带刺的藤越来越粗，越来越密，它们的生命力极其顽固，每一根藤都有手指粗，特别坚韧。它们都往树上生长，密密麻麻，把树和小山坡都给盘完了。把这些藤给清理完，后面还有很多竹子要砍。老公真的是不怕苦，不怕难，越干越有劲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小院吧！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建议，你们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4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其实在这之前，老公就常常在我耳边碎念，老了以后一定要回农村。我从小就生活在城市，潜意识是非常抵触的，只要他一念，我就会说要去你去，我才不去。在我的印象里，想到乡下就是泥巴、虫子、臭臭的味道，还有生活的不方便。但是通过这2年抖音上、小红书上传播的乡村唯美的画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脑海里渐渐也有了想拥有自己的小院的想法。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年龄的增长，思想各方面的改变，让我开始向往这样的田园生活。小院的改造现在还在开荒阶段，需要清理的杂草、藤蔓、毛竹还有很多。今天就是在后面这个小山坡上清理竹子和藤蔓，看到这么多砍下的竹子，实在觉得很可惜。网友们建议我们做成竹篱笆，等过几天把院子清理出来了，就开始着手准备做竹篱笆了。感谢大家给我们提出了这么多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5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清理的是房子的本面，因为80年代建的房子，厕所都没有规划在内，所以我和老公商量，打算在北边建一间餐厅、厨房和厕所。清理了这么多天，砍下来的藤蔓堆满了院子。这几天天气很好，晒几天准备全部烧掉。很多网友担心我们会把竹子全部砍掉，在这边回复一下大家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们清理的是到处疯长的竹子，这是公公40年前从外地挖了一根竹子发出来的。竹子的生命力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6天，
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带了个小帮手过来，他说自己已经6岁了，可以帮爸爸妈妈做事。看完了好多天的割草机，总算到货。是加汽油的，男孩子最喜欢的就是组装，爷俩一起组装完成。开干，想象是美好的，实际操作却是比自己手动还累。今天实操宣布失败。这种割草机只适用于草坪的修剪，开荒用不上。院子里割掉了藤蔓，根却还在地下，好难挖出来。30多年的积累，地上密密麻麻的根茎、杂草，看样子这个地要全部翻一遍。今天烧杂草都没有把这个根给烧掉，太坚韧了。看样子得想办法找个挖土机进来。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的第7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早上过来有点冷，老公砍了一点柴，烧一堆火，让我可以暖和一点。老房屋顶是以前的老青瓦，由于太长时间没有维护，日晒雨淋，早已破败不堪了。本来我说请几个工人来维修的，他坚持要自己动手。通往2楼的楼梯早已腐朽，本来说去隔壁邻居借个楼梯，老公坚持要自己做一个，选了2根老竹，大概有4米多长，切了10根短竹来做台阶，又用竹子做了很多小小的竹签来固定台阶。第一次做竹梯，没想到还是挺成功的，虽然没那么精致。其实我一直知道他是属于动手能力很强的人，但是没想到他还有这个手艺。竹梯做好，顺利上到房顶。今天1天时间要把房顶全部清理完，接下来1个星期都是晴天，正适合做房顶。明天准备买材料，看着他站在高高的房顶，我的腿都是软的，很是担心。今天顺利完工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8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昨天去采购好材料，今天早上7点多，师傅们就来到了老房子。他们是专业做房顶的，做起事来还是挺麻利的，搬的搬，抬的抬。房顶的颜色我们选了深灰色，这样看起来更接近老青瓦。老公本来是要铺老青瓦的，我觉得太麻烦了，以后要经常维修房顶。这种瓦起码10年不用管它。老房顶的横梁木料全部都腐朽了，全都换掉。本来破破烂烂的房子，把瓦给盖好后，感觉看上去还是挺好的。高空作业还是很担心安全，总算还好，顺利完工。经过这么多天的工作，还是大变样了。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，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9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今天家人都从 A4 过来看我们，都动手体验了一把劳动。为了中午吃饭的桌子，
老公找到一个废弃的门，动手把它改造成一个桌面。今天我们就在老屋，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0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按照约定时间，挖掘机师傅早早的就到了工地开始工作。修路过程中碰到一点小小的问题，不过愉快的解决，按照预定的路线一步步推进。昨天又去买了一个电锯，本来准备竹子都自己锯下，方便师傅挖土，不耽误时间。但是竹子实在是太粗太高，又靠近旁边的房子，锯断会砸到旁边的房屋。本来想着要挖掘机的手柄升高挡住竹子，却没想到它的威力那么大，那么粗的竹子被它轻轻松松地推倒，连根拔起。挖土机在紧张的工作中，我们也没闲着，把下面的竹子能够锯断的全部都锯断并拖出去，把路留给挖掘机工作。冬日的阳光还是非常适合户外工作的，感谢家人们的帮忙，一天劳动下来，顺利挖出一条路。由于竹山很高，路是通了，但是坡度还是太大，所以明天还会把路修整得平一点，再弄点沙子石头来填一下路面。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关注关心，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，你的赞和关注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。今天是小院改造第11天，跟着老公回农村。老房子墙旁边长了一棵很大的苦荔枝树，太靠近墙壁了，所以今天老公动手把它锯掉。第一次锯这么大的树，担心它倒的方向不对，别砸到房子。听了网友的建议，在要锯的这一边切一个缺口，在另外一边锯过去就可以按要求倒了。谢谢我。砍下的树，先把它的树枝裁下来，树干留着。竹林中也有2棵树，应该是被竹子给挤死了，也要把它锯掉，以免以后麻烦。锯下来的树中间都空心了，另外一边挖掘机也在紧张的工作中。竹山中修路的土都把它运下来，堆在塘边的斜坡上，正好也有一条路可以通到我们家门口。我们老房子正门前有一块地是隔壁我妈家的，也是长满了藤条，今天也顺带帮她把路推平。砍下的2棵树也送到他家门口，方便他烧柴。周末孩子也跟着我们过来了，他也参加了劳动。挖掘机工作了4天，把这条路修好后，我再拍一个整体的视频给大家看，也欢迎大家多给我们提宝贵的建议。